高考650分后，男友劝我上专科陪他。宝，那你要不要和我一起上专科？如果我们在一个学校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就能每天在一起，也可以方便照顾你啊。这样的自由生活，你不是已经渴望了很久了吗？我冷笑，前世我就是因为恋爱脑，信了他的鬼话，被哄骗着上床，不得不嫁给他，最终被他家暴致死。当然，前世我填了男友报的学校之后，他也没上那个专科，而是去了补习班。第2年花重金上了个3本。有些人心底就是阴暗的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高考650分，男朋友高考280分，他给了我2个选择：一，和他一起上专科；二，陪他复读，直到我们的分数可以考上同一所大学。因为自以为是的爱，让我前世选择了一，却因此而赔上了我短暂可笑的一生。李薇，你平时都不照镜子的吗？看看你现在这副黄脸婆的模样，可真让人恶心。刚刚下班回家的陈伟，刚进家门就破口大骂，和恋爱时温柔体贴的模样判若两人。可能是因为事业春风得意，也可能是因为另有所爱。陈伟越骂越上进，生活中对我越来越挑剔。如果不是当初听信了陈伟的甜言蜜语，让我安心待在家里照顾家庭，他在外打拼养家，我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？我为了照顾他，照顾孩子，照顾这个家，在事业一片大好之时选择辞职，做起了全职太太。可当时他信誓旦旦说的那句我养你，到头来却成了我养的你。手心朝上的日子真的很难，心底一片委屈，还没来得及反驳，脾气暴躁、情绪失控的陈伟竟扬起拳头朝我砸了过来。疼痛来袭的那一刻，我忍不住啊了一声，倒在地上，嫣红的血液流了一地。意识到事态严重的陈伟此刻变得胆小如鼠，走上前来踢了踢我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：李薇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装死，赶紧起来做饭。求生的本能让我抓着他的裤脚，苦苦哀求：陈伟，救我，求求你。还不等说完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再睁眼才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。李薇，你要是敢和陈伟那种不三不四的小混混继续待在一起，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放着重点大学不上，非要和他上一个专科院校，你是脑子进水了吗？和他这样的人混在一起，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入目就是我爸失望至极的目光和我妈泪流满面的面容。我当然记得这一幕，前世无数次祈祷能时光倒流，回到这一天。这是高考出分以后填报志愿的前一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心底不禁怀疑，这究竟是梦还是真？前世陪伴儿子中考的那段时间，我在他的房间里找到很多关于穿越重生这一类型的小说。我也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可以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可我知道幻想终究只是幻想。可我没想到重生这么离谱的事竟然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。难道是老天听到了我的祈祷，也心有不忍，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吗？快速整理好心情，收敛所有情绪，眼神直勾勾地看着爸妈，声音坚定：爸妈，我要上巨大。刚说完这句话，爸妈瞬间怔愣住了，还以为自己幻听了。不顾他们的惊讶，我站起身来，翻阅高考志愿填报指南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明天就要正式填报志愿了。我必须在截止时间之前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学的理科
大的计算机专业是学校的王牌专业，以后的就业发展前景更大。以我的分数足够。正想着，陈伟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话里话外都是一个意思，和前世一样，想要哄骗我和他上同一所院校。小薇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和我一起上专科，还是复读？说好的，我们要一起上同一所大学，你别忘了哦。听到他的声音，前世被他扬起拳头暴力血腥的一幕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恐惧害怕重重地压在心口，久久喘不上气。我强压着心底的恐惧和差点要吐出来的恶心，声音弱弱地说了一句：陈伟，我爸妈说了，如果我敢报专科，他们以后就不会再认我这个女儿，还去学校把这件事闹大，让你以后没学可上。我承认，我把事态严重的程度夸大了一点，但我说的也是事实。父母爱之子女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前世我爸一听说我要和陈伟上专科的打算，竟然直接拿刀闹到了学校，不忍心看着我把自己的前途毁掉。如果不是我一直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别说上学，陈伟的命都保不住。听到电话那头的陈伟沉默良久，迟迟不说一句话。按照我对他的了解，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权衡利弊得失。为了不影响高考填报志愿，我只能耐心安抚着他的情绪。可电话码头的陈伟却罕见地转变了语气，试图通过示弱来劝我改变主意。宝宝，你知道的，我高考没发挥好，没办法和你上同一所大学。我知道叔叔阿姨看不起专科院校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复一起读。我保证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。宝宝，我真的不想和你分开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兜兜转转，还是回到了前世命运发生扭转的这一刻。我虽然喜欢陈伟，可我不可能因为他放弃自己的前途，尤其是从小到大，爸妈一直给我灌输的思想。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，什么最重要？无疑是前程。毕竟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只可惜前世大学毕业以后，我还是中了陈伟的拳头，意外怀了他的孩子，在他的甜言蜜语攻略之下，放弃了自己的前程，在家安心生起了孩子。既重来一世，我绝不会再重蹈前世的覆辙，所以自始至终我都很冷静。我回复他说：陈伟，你知道的，我爸妈他们不会同意我复读的，而且我没有把握明年可以比现在考得更好。随后无论陈伟说什么，都会被我找到合适的理由反驳回去。最后他只能挂断电话， QQ 上发来一个委屈巴巴的表情，还是和前世一样，仗着我对他心存期待，心有不忍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装可怜。只可惜他不知道，今时今日的我已然重来一世，又怎会陷入他的圈套？见我好长时间没有回复消息，陈伟开始急了， QQ 上不停地发来信息轰炸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变心了？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？你不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看着眼前如同前世一般无二的渣男语录，我愣了，整个后背一片冰凉，忍住想要弄死他的冲动，强迫自己镇定，手指微微颤抖，敲击着键盘回复了几个字：没有，你想多了，这一切与变心无关，与复仇有关。陈伟听到这话，发来一个可爱的兔子表情包：宝，那你要不要和我一起上专科？如果我们在一个学校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就能每天在一起，也可以方便照顾你啊。这样的自由生活，你不是已经渴望了很久了吗？好吗？我不觉得，爸妈只生了我一个孩子，再加上是个女孩，所以从小到大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。
对学习方面管得比较严格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逆反心理作祟，我竟然生出了逃离这个家的心思。我想快点长大，想快点离开这个家，不想再过被爸妈掌控人生的生活。所以当陈伟说出那一句渴望已久的自由，我前世确实有过心动，但我的理智告诉我，为了所谓的一句口头承诺，放弃一个上重点大学的机会，不值得。所以我当时毫不犹豫拒绝了陈伟的这个请求，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生充满了变数，选择原本属于自己的一本，远比和他一起去专科院校正确。而且那时的我心里确实有过动摇，不停地反问自己，陈伟他真的喜欢我吗？如果真的喜欢，他又怎么会忍心为了所谓的爱情让我放弃自己的前途和时间？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说的这句话，问出了心底疑惑已久的问题：陈伟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如果喜欢，难道不应该是支持我的梦想，让我展翅高飞吗？这句话发出去以后，陈伟沉默了很久很久。我依然清晰记得聊天框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，直到他的消息再一次发回来，如同前世一样，蓄谋已久的自私让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又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宝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支持你的梦想，只是我太爱你了，心里总是忍不住悲观地想着，以后不在一个学校的话，我们会不会分手？小薇，我真的很爱你，如果我们之间的感情注定要以悲剧结尾的话，那能不能答应我，让我们为彼此留下一辈子无法遗忘的美好回忆？当时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还很感动，觉得能找到这样一个尊重理解我的男朋友，真的很幸运。所以前世在他之后发来的关于2天1夜的旅行请求时，我当时并没有多想，直接同意了。能为高中3年的感情画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我觉得值得。直到坐上火车以后，我问他是不是只有我和他2个人，他说是。心底虽涌现一丝不舒服，但还是对他抱着最后一丝期待希冀。我抱着心底最后一丝希望，和陈伟去了选择旅游的那个城市，但私下里也联系了平日里相处最好的闺蜜，让她买最近一班的火车赶到这个城市。把行李放到酒店以后，我和陈伟出去游玩打卡，闺蜜待在同一家酒店的房间里玩游戏。对于这一切，陈伟当时并不知道。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，可就在吃过晚饭以后，陈伟开始对我动手动脚，我不同意，他就撒泼打滚，不停扇着自己的耳光，情绪几近崩溃。刚回到酒店没多久，他突然就提出要到我的房间待一会儿的要求，我当时想都没想的直接拒绝。陈伟却开始以各种理由说服我，一会儿哄我睡觉，一会儿担心我的安全，总而言之就一句话，一定要陪我回房间睡觉。侥幸心理就像沙漏一样一点一点耗尽。就在我不想再兜圈子和他坦白的时候，他却以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我只是需要勇气而已。所以他在我喝的水里下了东西。意外逐渐昏沉的那一刻，我似乎听到他在耳边哄我，宝宝，我只是太在乎你了，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，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而且我真的爱你，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会让你轻易怀孕的。听到这话，我瞬间心死，不想再和他多浪费口舌，提出了分手。可陈伟却恼羞成怒，愣了几秒之后，开始拉扯我的衣服。我拼着最后一分力气，想要挣扎呼救，本该对我施以援手的闺蜜却迟迟不动。意外发生之后，陈伟跪在地上，一巴掌又接着一巴掌扇在自己的脸上，
就连一夜没出现的闺蜜也变招法的为她说情求饶，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。这种事情真早闹大的话，影响最大的还是我，难的顶多也就是多一点桃色新闻。前世的我在陈伟炉火纯青的破技术之下，变得极度敏感而胆怯，不知怎地就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方案。不仅没有分手，大学4年还一直和上大专的陈伟保持着恋爱关系。爸妈直到我意外怀孕，准备结婚的那一刻才得到了消息，极力阻拦，但为时已晚。猪油蒙心的我对于陈伟画的大饼一直深信不疑，我相信他能给我和肚子里的宝宝幸福，所以哪怕与全世界为敌，我也依然选择继续把这条路走下去。可我忘了，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。我一直以为的幸福，不过是他们精心编制的陷阱而已，一步步诱我深陷。最开始也只是不忍心我大着肚子和别人挤公交上班，到后来就变成我孕期所挣的工资还不够生活费的零头，再然后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大男子主义。矛盾爆发的终端就是在我生完孩子坐月子的那段时间，陈伟把他一直住在老家打麻将的妈接到了城里，因为手心朝上，就算我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，都会被他妈背地里上眼药水。不仅如此，他妈还像监控一样，时时刻刻监视着我的动向，直到发现我在坐完月子以后，开始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。陈伟和他妈脸色大变，刚开始只是说教，见我不听，就逐渐演变成动手。所有的感情在他扬起拳头的那一刻消磨殆尽，可压倒骆驼的又何曾只是最后一根稻草。我承认前世的不幸有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不争气，所以我除了恨陈伟，更恨自己。可既然重生一世，我又怎么会重蹈覆辙？所以在陈伟又一次提出2天1夜的请求时，我直接拒绝，并将这件事告诉了爸妈。爸妈的战斗力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彪悍，直接找去了陈伟打暑期工的地方，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给他一顿骂，要多厉害有多厉害。陈伟被骂的头都不敢抬，最后还是饭店经理出来帮忙协调，他才能灰溜溜的收拾东西滚回老家。对于我和陈伟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，前世我一厢情愿相信着的闺蜜开始想方设法地打听原因，避免节外生枝。我只是摇头说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大家追求的人生不一样，自然而然地分开而已。赵娜听到这话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很丰富，一会儿变一个样。重生一世，我才发现很多事情如果以局外人的身份，很容易发现猫腻。只可惜前世的我一直被表象蒙在鼓里。陈伟自私自利，赵娜心思恶毒，他们的目标出奇的一致，都是为了踩着我站得更高更远。这一世的他们还想同前世一样，靠着不痛不痒几句卖惨的话，就把我哄得不知东南西北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填报完志愿以后，有同学在 QQ 群里找我，当时我并没注意到消息，所以没有及时回复。对方又找到了陈伟，你对象人呢？找他有事，让他赶紧回消息。陈伟却回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以后不要再和我提这个名字。同学 C 又问，怎么回事？前段时间出成绩的时候，你们2个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转眼就分手了？陈伟装出一副深情被辜负的模样，对吧？成绩出来以后，一切就都变了。我考得不好，被分手也活该，谁叫我前途一片渺茫呢？再加上赵娜在一边义正言辞地帮着说话，所有意思都在指证是我嫌陈伟考得不好，
所以才变心和他分手。没几分钟，那些不知情的同学就开始帮着陈伟说话，在群里毫不避讳。平时怎么没看出来李薇竟然是这种人？考得不好就要闹分手，那如果考得高的那个人是你，他是不是还打算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不撒手啊？这事儿也别怪陈伟在群里说用分数和前程来衡量感情，哪个男的能受得了？这不是女版陈世美吗？为了前途就变心，什么人呀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原本不想在群里说过多个人私事的我，也只能在群里大胆开麦。毕竟谣言这种东西，众口成铄，说的人多了，假的也会变成真的。我的人生不允许再多任何一处污点。手指起落，我在群里噼里啪啦敲下了一大段文字。陈伟，看在过去3年的份上，我本来不想把事情做这么绝，可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你口口声声说的爱我，就是以爱之名阻拦我去上重点大学，反过头来和你上一所3流大专。被我拒绝后就恼羞成怒，开始和赵娜在群里说我坏话，甚至还想靠着甜言蜜语把我哄出去酒店开房，一点脸都不要。说真的，你妈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，你就算学习不行也没人会怪你，但你心术不正，只想着害人就过分了。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的原因，每天让你妈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别忘了，你是人不是畜生，做人还是善良点好，免得哪一天一不小心被雷劈。陈伟急了，在群里回击：李薇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再污蔑我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发了个不屑的表情。怎么，你还打算怎么个不客气法？有本事你动我一下试试，看我表哥他们弄不弄你。表哥是大爷家的儿子，比我大1岁，虽然文化课成绩一般，但从小到大一直在练拳击散打，这么多年一直在省城打比赛，打架超狠。对于欺软怕硬的陈伟来说，这一切他自然也有所了解，所以对此毫无办法，只能在群里说一些无关重要的狠话。李薇，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粗鲁又无礼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又怎么可能选择和你在一起？我反问，难道不是你虚荣心作祟，觉得我出手大方，家庭条件好，所以想占我便宜？少奋斗10几年，软饭硬吃的人，长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见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把这2天整理的陈伟之前和我在 QQ 里的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同学群里，声音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可能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很多同学都不相信，但谁是谁非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也不想再多说，只不过以后希望大家别再把我和陈伟扯到一起说。以前是我瞎了眼，以后不会了。截图发到群里以后，四周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像被掐住命运的咽喉一样，不再说话。那些聊天记录截图就一直安安静静地放在群里最新消息那一栏。又过了10几分钟以后，还不等陈伟说话，赵娜已经开始按耐不住，私下给我打电话：小薇，你怎么可以做得这么过分呢？你和陈伟3年的感情说断就能断吗？你舍得吗？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让自己以后后悔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会去找他，把事情说清楚，给彼此最后一个机会。我笑笑，你说的对。我估计电话那头的赵娜听到这话，内心绝对会忍不住窃喜。有些人就像生活在阴暗潮湿里的蛆虫，自己爬不出泥潭，就想把别人也拖进去，最好能踩在脚底下。该怎么报复2个人渣？
当然是选择他们曾用来对付别人的方式。也不知道赵娜私底下究竟是怎么和陈伟说的。就在他班级群里公布分手消息之后不久，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视线范围之内。一看到我出现在书店门口，就从怀里掏出来街角顺手买的素包子，献宝一样捧到我面前。小薇，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你不是一直都爱吃这家店的包子吗？我早起1个小时专程给你买的，看在我这么喜欢你的份上，之前的事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书店里人来人往，许多同龄的女孩子都朝我投来羡慕的眼神。其实我一点都不爱吃素包子，只不过是为了照顾她那脆弱而敏感的自尊心罢了。所以在前世，我无法说服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陈伟自我感动的好意，强迫着自己吞了下去。重活一世，我已明白，这一直都是陈伟以退为进的策略。他在一步步试探，想尽办法逼我退让妥协，直至成为他的附属品。我勾了勾唇角，突然想到，也许我可以试着反扑他。毕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善罢甘休。结果再坏，也不可能比前世还坏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态顿时好了许多。我装作和之前一样的生气模样，气势汹汹地拿过素包子，大大地咬了一口，然后不等他说话，毫无预兆地全部吐了出来，吐在他干净整洁的白衬衫上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件白衬衫是他珍爱许久的一件衣服，只有在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场合才穿。这样一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露出本来面目。不等他做出反应，我又咬了一大口，一边吃一边吐，俨然一副强压着恶心也要给他留面子的善良模样。陈伟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表情丰富多彩，阴晴不定，就像调色盘一样。突然抬手打掉了我手里的素包子，我强压着心底的意，一脸委屈地看着他。陈伟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这多浪费啊！你辛苦买来的包子，我已经努力去吃了。陈伟紧皱的眉头松了松，刻意弯了弯嘴角，故作温柔的模样。小薇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不爱吃素包子，下次我给你买肉包子。我笑笑，这就不用了吧。我最爱吃的是城东老王家的胡萝卜羊肉包，你要是真有心道歉的话，就给我买那个吧。陈伟打工的地方在城西一家小饭店，如果去城东买包子，每天要早起1个小时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不会放弃这一次机会。果然，陈伟听到这话以后，以为复合有望。小薇，你知道的，只要是你爱吃的东西，不管多远我都会去给你买，只要你愿意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装作刚刚想起的模样，一脸歉意地对他说道，我忘了，你家不在城里，你现在还在城西饭店打工挣大学的生活费，不用专门跑一圈给我买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故意刁难你呢。听到这话，陈伟连连摆手否认。在无人注意的角落，我勾唇笑笑，不就是演戏吗？谁不会？第二天一早，我还没起床，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。我起身打开窗帘，向下一看，原来是买好早餐的陈伟正等在楼下。我穿着一双拖鞋下了楼，装出一副惊喜的模样，把包子一掰两半递到了他嘴边，一边还说着，陈伟，为了我给我送早餐，你辛苦了，这家包子味道不错，你也吃点。羊肉本身就有一种味道，对于喜欢的人来说不算什么，可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折磨。被我目光紧盯着，陈伟也不好意思把嘴里的羊肉包子吐出来，只能强压着那股恶心，把半个包子囫囵吞了下去。
最后紧紧捂着自己的嘴巴，假装成咳嗽的模样，似乎在为自己找一个合理蹩脚的借口。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说实话，我很开心。毕竟前世爱吃肉的我，一直都在迁就着他的感受，自作多情的以为这是他对我独一无二的偏爱，感动得一塌糊涂。现在想想，多么廉价的自我感动！这一世，我要替18岁的李薇把自己受过的委屈全部讨回来。突然，好不容易咽完大半个包子，一嘴羊肉味的陈伟突然向我靠近。小薇，我已经按你的要求买了包子，这下你是不是愿意原谅我了？等我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说心里话，对于前世18岁的我来说，他那种深情专注的目光的确很有欺骗性。可重生回来，我却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压抑住想要打死他的冲动。我清楚记得，前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总是打着各种各样为我好的名义，阻止我吃自己喜欢的食物，比如冰淇淋吃多了会拉肚子，对肠胃不好，应该多喝热水；又比如，女孩子都应该注重身材管理，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会让你变胖变丑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能找到我这样好的男朋友，你应该捂着嘴偷笑。偶尔我心情不好，反驳几句，他就会不顾场合指责我，试图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我一个人的身上。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小薇，你真的是被家里人惯坏了，如果不是遇到我，谁能受得了你这种坏脾气呢？”陈伟他是一个伪装得很好的满分男友，对比之下，我就成了一个任性骄纵的野蛮女友。那时的我一心沉溺于陈伟为我编制的美梦之中，每次被他说教以后，都会陷入浓浓的自我怀疑之中。时间久了，心底就越来越没有自信，甚至也会为自己找寻各种失败的理由，推脱拒绝，不停地反思自己的问题，不顾身体健康，拼命减肥。即使自己上班挣钱，也都花在了孩子和他自己身上。回忆着过往，心中渐渐有了一个计划，所以在他提出看电影、吃饭的约会要求时，我故作天真地看了他一眼，柔声答应了下来。被迫的滋味，怎么也不该我一个尝。陈伟休息日那天，为了挽回我的心，特意打车带我去了一家看起来比较高档的西餐厅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借来了一身休闲西装，穿着比较得体，而我只是简简单单的穿了一身牛仔裤 T 恤，单单只是站在那里，就已经和餐厅其他用餐的人形成强烈反差。对面的陈伟却一直阳光自信，他觉得故意不告诉我用餐地点会让我觉得自惭形秽，可他错了。前世那个18岁的我的确会，可重来一世的我又怎么会陷入同一个圈套？他坐在那里，眼神懒懒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极尽挑剔嫌弃。小薇，我知道你性格比较懒散，可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也是我们复合的日子，你总该重视一些。听到这话，我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感到惶恐不安，而是当即对了回去。不就是吃个西餐吗？只有你这样没吃过的人才会把它当作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一个便饭而已，还用得着刻意打扮？再说，谁告诉你今天是我们复合的日子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等他说话，我已经动作熟练地坐在座位上，点了一份牛排，不过是一家人均消费100多块钱的西餐厅而已，也只有在17、18岁的学生眼里才会显得高贵上档次。等餐的过程中，我装作一副无意的模样，突然开口：“陈伟，刚刚真没看出来你英语成绩一般，倒是把崇洋媚外这一套掌握得不错。”
吃个饭而已，哪用得着这么紧张？松弛一些，向我学习。多亏你今天是和我来这里吃饭，要是其他同学，肯定会笑话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。陈伟以前总是喜欢看我一个人在那里尴尬，等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再像一个英雄一样出现在我面前。可这一次不会了。服务员把牛排端上来的时候，对面的陈伟看着我动作熟练地用着刀叉，眉心紧蹙，张了张口，一股浓浓的绿茶味扑面而来。只听见他说：“小薇，马上就要上大学了，你应该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，多吃一点水果蔬菜沙拉，对减肥也有帮助，不然再吃下去，你得胖成什么样子？”我咽下刚刚吃的那口肉，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目光看着他，声音故意扬高：“陈伟，你要是没钱，就直接和我说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又不会笑话你。这样好了，今天的饭钱我们我也不想占你便宜。”对面的陈伟听到这话，瞬间站了起来，脸色错综复杂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小薇，你想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我脸色复杂地看着他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“陈伟，你总是这么敏感，喜欢胡思乱想。”我又没有说什么。对了，这地方我爸妈经常带我过来吃饭，对于穿着方面没那么多要求，你以后多来几次就会知道了。说完，目光又落在他略显肥大的一身西装上，语气悠悠：“其实太瘦也不好看，连衣服都撑不起来。你有时间也应该多锻炼一下，毕竟我们女孩子最喜欢有安全感。”这一次约会结束以后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那个人变成了陈伟。凌晨1点的时候，陈伟还没有睡觉， QQ 上给我发来消息，语气里尽是自我怀疑，像在求证一样：“小薇，我穿西装真的不好看吗？”第二天早上睡到自然醒，我才拿起手机回复消息：“当然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说谎的，别人和我一样的看法，但他们肯定不会当面告诉你。我之所以这么和你说，是真心希望你能变得更加优秀。”前世他和我说的那些话，全都被我一字不差地还了回去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我说的也是事实。毕竟陈伟这个人确实长得比较瘦弱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肌肉。前世谈恋爱的时候，我被所谓的甜言蜜语砸昏了头脑，觉得男生长得斯斯文文的也不错。经历过前世的悲剧，我也醒悟的差不多了。他是斯文不假，可斯文后面通常还有2个字：败类。表面上一套，背后一套是他的做人准则。说完这些话，陈伟不再发来消息。接下来的2天变得异常沉默。这段时间一直希望我会被陈伟蛊惑，放弃上重点大学的赵娜开始急眼了。先是明里暗里的过来我这里打探口风，接着就是找各种机会在我妈面前上眼药。那天晚上在外面和同学吃过晚饭，回到家以后，爸妈一脸阴沉地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坐在沙发上瞪着我。我换好拖鞋，试图开玩笑缓和气氛。这是出什么事了？一脸严肃的样子。我妈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今天去哪里了？是不是又和陈伟出去了？”我虽然不理解我妈为什么会这么说，但我还是说了一句：“没有，我今天和同学一起吃了个饭，然后去书店看了会儿书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妈的脸色终于好看了一些，但还是冷哼一声：“以后也要记得和陈伟保持距离。”我一脸懵逼的模样，虽然不知道我妈她为什么会这么说，但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。一旁的我爸笑了笑，试图缓和气氛：“小薇，你别怪爸爸妈妈多想，实在是陈伟那个人不值得你浪费时间。
还有赵娜那个孩子，你都离得远着些。虽然你长大了，但交朋友这方面还是要注意着点。我妈接着说道，你别觉得不耐烦，我和你爸这么说都是为了你好。你知道赵娜今天带着陈伟他妈来我们家是怎么说的吗？说你勾引人家儿子高中早恋，害得陈伟学习成绩下降，高考没考好，现在自己考上重点大学，就想翻脸不认人，把人甩了。陈伟他妈还说，陈伟现在连家都不回，一直忙着打工挣钱，每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，看样子都快抑郁了。赵娜之所以敢带着陈伟他妈找上门，是因为我前世的确把她当成可以说真心话的闺蜜，暗地里和她吐槽过我妈的脾气，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利用我对她的信任和倾诉，转过头来到我爸妈面前挑拨离间。爸妈他们看我低着头不说话的模样，声音不自觉的也软了下来。小薇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我们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将来能过得好。陈伟他们家一看就很复杂，单从他妈说话的样子就能看出来，和我们家不是一路人。你别怪妈话说的不好听，陈伟他如果真的有责任心，怎么可能把高考失利的原因都归结在你一个人身上，而不是反思他自己的问题？按道理来说，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学习应该更加努力刻苦才对。他呢，除了蛊惑你逃课出去上网打游戏，他还会做什么？这样的人真的能成为你以后携手并进的另一半儿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心里当然知道，我妈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我好，句句发自肺腑。所以我在听她说完这些话以后，并没有像前世一样和他们针锋相对，而是重重点头。爸妈，我知道的，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以后绝不可能和陈伟还有赵娜继续玩下去的。我妈一脸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看向我爸，两人当着我的面直接眼神交流起来，似乎对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表示深刻怀疑。我十分无奈地补充说明一句，爸妈，我是不够聪明，但我不瞎，你们在我面前做的这些小动作我能看见。爸妈尴尬地笑了笑，随后留下一句你最好说话算话，就直接回了房间。半个月以后，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班里有同学组织聚餐。我刚走到饭店包厢门口，就听到包厢里的几个人在传我的谣言。赵娜说想拉着我出去打游戏放松，却亲眼看到我和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有说有笑地站在一起聊天，还说怪不得陈伟最近情绪一直低落，换谁被女朋友甩了都不可能笑得出来。其他人听到这话也开始跟着对我指指点点。说实话，李薇她真的长得挺漂亮的，家庭条件又好，学习成绩也不错，可这不代表她能随意玩弄别人的感情啊。就是啊，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她是这么现实的人？怪不得陈伟最近这段时间都不和大家联系呢，要不是这次同学聚会硬拉着他来，还不知道多会儿才能见面。这场名为同学聚会的风波，似乎只是为了败坏我的名声。自始至终，一旁的陈伟都坐在位置上，没有否认，反而是接着赵奈的话再立深情人设。我不允许你们这样说微微，她不是你们说的这种人，不管她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，陪在她身边。她年纪还小，犯错很正常，我会原谅她的。我扯起嘴角笑了笑，话说的比谁都好听，事儿做的比谁都恶心。如果任由这些流言传下去，我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收敛好情绪，我装出一副失望至极的模样，推开了包厢的门，手指着陈伟和赵娜，
整个人显得摇摇欲坠。你们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怎么能这样说我？仅仅只是看我和其他男生说了几句话，就怀疑我的人品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亏我还一直以为你们一个是我的好闺蜜，一个是真心喜欢我的男朋友，到头来却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刻意抹黑我。你们既然见了，怎么就不敢过去问一问那个男生和我是什么关系？自己心里脏，所以看什么都脏。什么时候起，表哥表妹在街上遇见说几句话，到你们眼里也成了勾三搭四的证据？陈伟，这3年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之前你总是有意无意的和我哭穷，我借给你的生活费、学费还有其他礼物，加起来也有5000块钱了吧？我这样都能被你说成虚荣，你倒是说说，什么样的人才不虚荣？还有你，赵娜，我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闺蜜。你平时月考的时候没少抄我的答案，私下里我也不止一次帮你补过课，可你怎么到头来却要找我爸妈污蔑我，说陈伟都是因为我才考不上大学？你们这样恩将仇报的朋友，我无福消受。今天这顿饭我就不吃了，我怕消化不良。奉劝大家一句，记得保持距离，免得哪一天像我一样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说完这些话，我装作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走出了包厢。从那天起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和陈伟还有赵娜彻底闹掰的消息。有一部分人觉得我事情做得太绝，没有给他们2个留余地，还有一部分觉得我做得对，对付这种人就应该釜底抽薪，不能再给他们任何错觉。之后的1个月里，我很少再见到陈伟还有赵娜他们2个人的影子，直到陈伟在打工的饭店不小心把汤洒在一位女客人身上，蹲下身体给对方擦拭污渍，彻底惹怒了对方。表哥同学暑假一直在这家饭店打工，从头到尾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发展，视频也被传到了网上。陈伟趁着为女客人服务的时间，偷偷揩油的照片在同学群里越传越烈。陈伟不断否认，可最终还是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他，毕竟这也是一部分事实。陈伟这个人一向盲目自大，觉得只要笑着和他说话的女生，基本全都对他抱有好感，觉得全世界的男生都不如自己，又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过得比他轻松，比他幸福。实际上，他却比任何人都懦弱自卑。因为嫉妒我比他学习成绩好，所以就想拽着我一起上专科。因为嫉妒其他学习成绩、家庭条件好的男生，所以总是在背地里造谣。这样的他，在遇到赵奈以后，一拍即合，在自以为是的隐秘中获得报复他人的快感，反过头来却要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在别人身上，指责对方不自爱。可真恶心！看到这些帖子的同学也觉得同样恶心。可坏事做多了，又怎么可能不反噬呢？大学期间上了同一所专科的陈伟和赵娜，由于找不到新的目标，2个人变得惺惺相惜，很快走到了一起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不小心意外怀孕，赵娜被陈伟他妈揪着头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不要脸，勾引了自己的优秀儿子。在之后不久，我成功保研。听高中同学说，这么多年，陈伟和赵娜2个人的日子一直过得鸡飞狗跳，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找到，好几次吵架都动起了手，还惊动了派出所。赵娜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背着陈伟在外面勾搭了一个有钱的老板，被陈伟捉奸在床，2人大打出手。最后的最后，因为故意伤人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。而赵娜也在陈伟入狱以后
彻底放飞自我，直到被对方妻子当众带着人打了一顿，事情闹得很大，甚至上了当地社会新闻。看到这些消息的我笑了笑，重生一世，我终于改变了自己悲惨可怜的命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